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75岁冻龄奶奶，没整过容，和老公像爷孙俩。她的冻龄秘诀在这儿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女人一旦步入60岁，岁月的痕迹往往会愈发明显，哪怕是那些曾经光彩照人的女明星，也很难再像年轻时那般紧致明艳。若说在70岁依旧能被人夸赞是美女，除了赵雅芝、刘晓庆这样的熟面孔，放眼现实生活，恐怕很难再找到几个。然而，看到这位来自日本年近75岁的素人奶奶时，真的很难不让人感叹岁月对她的格外宽容。她没有动过一次医美，素颜也不遮掩皱纹，却看上去不过50出头，轻轻松松就能在人群中被认错成儿媳妇，稍加打扮，更是被人说与林志玲有几分神似。让人更意外的是，这位冻龄奶奶的孙子都已经成家立业，她偶尔出门时，依旧会有陌生异性主动上前搭话。知道她真实年龄后，还常被怀疑开玩笑。若不是看她与丈夫的合影，真没人会相信那个头发花白、看起来像爷爷的男人，竟然是她多年的枕边人。回顾她从20岁到70岁的照片，你会发现她没有刻意去对抗时间，而是与她平和相处，从容生长。只是身材比年轻时略微圆润了些，却更显得气色丰盈。那么她是如何做到70岁了还如此年轻漂亮的呢？那便是外在着装和身体养护缺一不可。75岁冻龄奶奶的穿搭哲学。变美第一步，不穿老年服。一是色彩与图案，拒绝花哨，但不暗沉。女人一旦步入熟龄，穿衣最忌讳的就是一味追求装嫩或者过分沉闷。配色选得好，既能提亮气色，又不会显得用力过猛。首先在色彩上，最该避开的就是那些显得老气、容易压暗肤色的色调，比如猪肝红这类暗沉色，真心建议能不穿就不穿。相反，适当的彩色反而能起到打光板的效果，让面色看起来更明亮有神。只是要记住，颜色不能过于鲜艳刺眼，否则容易流于花哨，反而减分。越是温柔低饱和的色彩，越能衬托出成熟女人从容优雅的气质。像雾霾蓝、灰粉、浅薰衣草紫这些带点灰调的彩色，都是很好的选择。不仅显肤色干净，还特别适合亚洲女性偏暖的肤色，低调中自带高级感。其次在图案的选择上也大有讲究，衣服若能带点图案，往往能巧妙地转移视线，对身材小瑕疵起到修饰作用。但很多人一提到花色就容易踩坑，最典型的就是大面积的老花，非但不显年轻，还容易看着凌乱没精神。更好的办法是选择一些视觉上更有秩序感的图案，比如简洁的格纹、波点或者细条纹，经典不过时，耐看又能彰显气质。如果平时就喜欢稍微复杂一些的花纹也没关系，记得把控好色彩和元素，亮色别超过2种，底色尽量干净利落，花型再大也不会显得乱，反而更显大气。懂得给穿搭减一点花哨，留一点呼吸感，才是年纪越大越高级的秘密。二是服饰版型，拒绝拖沓，利落线条才挺拔。无论什么年龄、什么身材，都要记住一个穿衣铁律，远离宽大臃肿的版型。很多人觉得身材胖了就要用宽松衣服遮一遮，其实恰恰相反，越宽大的版型越容易把整个人撑得更壮，看着不仅没精神，还会显得拖沓没型。相反，只要学会选择贴合身形的剪裁，哪怕只是简单收一收腰线，整个人立刻就能在视觉上瘦一圈。
气质也会显得更加利落挺拔。在日常穿搭中， X 型和 H 型的版型是最适合熟龄女性的两个万能公式。X 型最关键的特点就是通过收腰或腰带，巧妙勾勒出腰身的线条，让身材不至于看起来像一根直筒，显瘦又显精神。而 H 型版型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自带流畅直线感，配合垂感好的面料，能自然拉长身形比例，看上去更修长利落，哪怕不系腰带也不会显得累赘拖沓。还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细节，就是肩线设计。正肩设计比落肩设计更能修饰肩颈线条，提升仪态，人也会显得更精神利落。夏天尤其推荐尝试无袖或窄袖的上衣，哪怕手臂线条不是特别完美，适度露出来反而能减轻上半身的沉闷感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更轻盈也更清爽。越是简单干净的版型，越能帮你把气质撑起来。利落的线条里藏着熟龄女人最自然的高级感。3是学会利用细节修饰整体。1. 领型心机，露肤度决定年轻感。俗话说背薄1寸年轻10岁，要想看着肩背纤细，就得穿大圆领、V 或 U 领，露出锁骨和脖梗线条，视觉上拉长颈部，而且适当的露肤比全包裹更显轻盈活力。若喜欢保守款式，可选择船形领口搭配精致短项链，既能修饰脸型又增添层次感。2. 配饰点睛，用细节提升精致度。当然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穿一些捂得比较严实的衣服，那么这时候配饰就很重要了，可以用一些粗或长的项链去分割宽松上衣的膨胀感。如果衣服比较长，可以用腰带去明确腰身位置，优化比例。选择与服装同色系或对比色的腰带，既能收腰又可以起到点缀作用，丰富整体形象。3. 帽子选择，俏皮感替代老气感。鸭舌帽看上去自带运动氛围，看着清爽，比传统老年宽檐帽更显活力，减龄效果强，而且夏天遮阳效果也好，还不累赘。2. 75岁冻龄奶奶的变美第2步，不染黑发，不烫泡面头。1. 深棕或栗色比纯黑更轻盈，遮盖白发不突兀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头发多少都会有白发冒出来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一股脑儿把头发染成纯黑，觉得这样看起来年轻。可其实纯黑发色对熟龄女性并不友好，颜色太重太死板，和逐渐松弛的面部状态放在一起，反而会放大皱纹暗沉，让整个人显得生硬没精神。而且一旦白发长出来，黑白对比特别突兀，不补染看着很尴尬，频繁补染对发质又是2次伤害，时间久了头发会越来越脆弱，毛躁干枯掉发都随之而来，反而得不偿失。相比之下，深棕色或栗色就是非常聪明的替代选项，这类发色自带柔和的光泽感，比纯黑更轻盈，不挑肤色，还能把白发很好的藏起来，就算发根长出新白发，黑白分界也没那么明显，看起来依旧自然有层次，不用老是跑去补染伤发质。在阳光下，深棕或栗色会带着一点点暖调，让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更柔和，发丝的质感也更细腻光亮，颜色柔了，人自然就显得没那么沉闷，有精神又减龄。2. 微卷中长发更显年轻。许多女性在上了年纪后会跟风剪短头发，认为短发显精神，然而其实就是头发越剪越短，这个过程使年龄感变明显的。
如图，其实看脸根本没有太大差别，但是头发变短就给人一种年龄增长了的感觉。当然，如果发量稀疏，盲目留长发可能导致头发贴头皮，显得油腻稀少。通过微卷烫发增加蓬松度，但切记避开老气的泡面小卷，自然的大卷或纹理烫既能视觉增发量，又不会显得死板。3. 发质一定要好，否则穿再好的衣服也没质感。一个人的头发很多时候真的就决定了他的气质。比较典型的是法国夫人，她的鸡窝头非常出名，即便穿得很好，但是头发炸开，常常给人一种没睡醒的感觉，显得脖子短，体态不好。但是当她把头发发质养护好后，气质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，不仅人变得漂亮了，气质都好了很多。3. 冻龄的秘诀是养身健体，这些习惯她每天都做，但不管你怎么打扮化妆，真正要想看上去不显老，还是得脸要饱满，身要挺拔，眼要有神。这位75岁的奶奶能保持年轻态，离不开她数十年如一日的养生习惯。以下是她的10个日常冻龄秘诀，坚持下来，你也能优雅老去。1. 每天1万步。她坚持每天步行1万步，不追求速度，但讲究体态，要时刻保持收腹挺胸，这样既促进血液循环，预防关节僵硬，又可以让体态变挺拔。2. 打球或跳舞。这位阿姨几乎每周都打2至3次羽毛球或高尔夫，偶尔跳跳舞。这类运动能锻炼核心肌群，防止肌肉流失，让身体保持灵活有力。当然不必跟着学，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做就好。3. 面部按摩。他有一套自创的面部操，根据他的课程来看，就是用双手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分别按住自己的眉骨、苹果肌以及法令纹，说是长期按可以年轻15岁。4. 眼部护理，保持清澈眼神光。人老先老眼，眼睛浑浊无光是未老先衰的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，所以他每天做眨眼操，用力闭眼5秒，再睁大5秒，重复10次。咱要做的花建议先抹上眼霜，减少干纹和浮肿。5. 晨起1杯温水。起床后先喝1杯水，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排毒，还能让皮肤更水润。这一点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很少有人做到，可以试试从现在开始做起。6. 饮食清淡，但营养均衡，不吃加工食品，拒绝甜饮料、油炸食品和腌制食物，控制精制糖，比如蛋糕、饼干这些，避免皮肤糖化暗沉，多吃清淡的食物，但是要营养均衡。直接给大家上个表参考一下。7. 保持好心态，常笑少皱眉。这位奶奶看着充满活力，是因为她每天都笑盈盈的。这一点从中医角度来看也大有说法，情志与面容息息相关。《黄帝内经》早有记载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忧伤肺，恐伤肾。情绪波动会直接影响五脏气血的运行，从而反映在面部，所以大家没事也可以多笑笑，笑能宣发肺气，疏通肝郁，促进面部血液循环，让肌肤红润饱满。如果笑不出来，也可以静心调息稳心神，每天静坐5分钟，腹式呼吸也帮助气机顺畅。8. 少留长发和长指甲，避免消耗太多身体气血，别学王薇薇老了还留过腰长发。头发的生长和营养大都来源于血液充足供给，头发过长则会分散人体营养，长指甲也是同理，指甲太长会消耗肝的气血，
肝气血不足则容易面色蜡黄，眼底浑浊。老了学上野润子留长发或中长发，短指甲才是正解。9. 要有防晒意识，上野润子从小开始防晒。女人拥有好皮肤，比拥有再多的名牌包还来得令人向往。在母亲的影响下，润子从小就有了防晒的概念，出门前必涂防晒霜，戴好帽子或防晒衣、防晒手套、太阳伞等，化学防晒和物理防晒双管齐下，将光老化早早拒之门外。10. 规律性的运动习惯加有氧运动健身塑形，养成健身好习惯也是拥有紧致身形的关键。调查中国高达 80% 以上的女性30岁时就有了50岁的身材，体脂率高，身材松弛赘肉多。上野润子的冻龄秘诀是别让体龄超过年龄。闲暇时刻上野润子就很爱高尔夫运动，也可每天做30到45分钟有氧健身操、瑜伽、普拉提、游泳等运动塑形。4. 同样是74岁，为什么王薇薇比这位日本奶奶显老？关键在这3点。说到冻龄奶奶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熟知的冻龄女神王薇薇了。70多岁还留长发，穿时装，一双逆天长腿惹人羡。但和同样74岁的上野润子同框，王薇薇竟落了下风。冻龄抗衰，王薇薇究竟输在了哪儿？看下面的对比来揭晓答案。关键1，好气色，上野润子气色红润更加分。同样74岁的婚纱女王王薇薇和日本美魔女上野润子同框，二者在气色和精神面貌上就有巨大差距。王薇薇虽皮肤白皙，但苍白无血色，气血不足就容易显得人精神状态萎靡不振。而上野润子面色红润，好气色让人更朝气蓬勃。关键2，紧致感，上野润子脸蛋、身材都紧致。与丈夫合照相爷孙，开美容院年收1亿的美魔女上野润子，最出名的还是那张酷似少女的脸蛋，皮肤光滑细腻，面部紧致皱纹少，就算做夸张的大动作也几乎无皱纹。再看王薇薇，面部状态和普通中老年无异，面部肌肉松弛，明显皮相挂不住骨相，难怪比上野润子更显老。关键3，若割裂感，从头到脚气质风格统一。最关键的是，王薇薇虽然身材似少女，可面部状态像大妈，上下差距太大，就容易带给人割裂感，就更显老。上野润子就不一样了，从妆发、穿搭到脸蛋、身材，都是统一将风格固定在25到35岁的熟女阶段，整体和谐统一，自然更赏心悦目。如何避免面部和身体穿搭太割裂呢？主要是要协调。方式1，上了年纪妆发和穿搭都更适合优雅风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要避免脸蛋和身体状态太过于割裂。王薇薇这样脸蛋显老，但穿得太过前卫性感，就很难产生美感。女人不论保养得再好，70多岁气质沉稳和真正的少女也有差距。因此像上野润子一样，穿套裙等成熟风格的单品，烫微卷发，走优雅风路线更合适。方式2，避免服装太过性感暴露，要得体，衣服太过性感暴露也不行。单穿露肤面积过大的抹胸，衣服太紧身，对70多岁的女人来说还是太不得体。大龄女性露肤面积不宜超过整体的 30%， 学上野润子穿及膝短裙，露局部手臂、锁骨或腿部即可，配上高跟鞋会更优雅。这位奶奶之所以能在年过70时依旧保持这样轻盈的状态，归根结底是她始终热爱生活，珍惜自己。
她从不把年龄当作束缚，而是把每一天都过得认真而美好。坚持打扮自己是对外在的尊重，将健康的生活方式融入日常。坚持适度运动是对身体的善待与负责。身体挺拔有力，面貌自然就显得精神饱满。光是这股自律与热忱，就已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年轻力。谁说岁月对女人一定苛刻？真正懂得善待自己的人，哪怕年纪渐长，也依然能从饮食、作息到运动里，养出好气色，练出紧致体态，再配合得体的穿衣与自然的妆容，把时间的痕迹变成沉淀后的从容与丰盈。75岁的日本博主上野润子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，年龄从不是桎梏，而是一种更自在的底气。只要心态不老，步伐不停，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必羡慕谁，也不必慌张追赶谁，把日子过得舒展，从容又自律。气色、紧致、妆造和心境，自会在不知不觉间一起长出属于你的逆龄力。愿每一个认真爱自己的我们，都能活成岁月最温柔的模样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